在厚黑学中，良知与利益的辩证关系是其中一个核心主题。作者李宗吾通过对这一关系的深刻思考，提出了一种在特定情境下权衡道德与个体利益的观点。以下是对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权衡与平衡。厚黑学中认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往往需要在良知和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与平衡。有时候，为了实现个体的生存、发展或成功，可能需要放弃一些传统的道德准则，以达到更高的目标。社会现实的考量。作者强调了社会现实对于个体的影响。在竞争激烈、资源有限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可能需要采取一些看似不道德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遵循传统的道义规范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失败和困境。局部失衡的权谋。书中提到，在特定的环境中，个体可能需要有意的暂时性的违背良知，采用一些权谋手段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并不是长期的处事原则，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应对策略。自我价值的实现。厚黑学认为，个体的自我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成功。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个体可能需要在道义和利益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以确保自己在社会中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限定条件下的放弃。书中并非鼓励无原则的追逐利益，而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有限度地放弃一些传统道义，以达到更高的目标。这种放弃应该是有条件、有度的，而不是彻底背弃道德准则。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观点并不被所有人接受，且在道德伦理上存在争议。良知与利益的辩证关系的处理方式因人而异，读者在阅读时应审慎思考，并在实际生活中根据具体情境做出明智的选择。在厚黑学中，人际关系的处理是另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部分强调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个体需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运用一些策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地位。以下是对厚黑学中人际关系处理的一些详细描述。心计与算计。书中强调了在人际关系中善于运用心计和算计，这并不是单纯的恶意算计，而是在保持冷静理智的基础上，善于分析他人的动机和行为，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善于观察。厚黑学鼓励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善于观察他人，了解他们的弱点和需求。通过深入了解对方，个体可以更好地把握人际关系，更有可能在交往中取得主动权，维持虚伪关系。书中提到，有时候为了自身的利益，个体可能需要维持一些虚伪的关系。这并不是鼓励彻底的虚伪，而是在必要的时候适度地隐藏真实想法，以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以权谋势。人际关系处理中，权谋和势力的运用被视为一种手段，通过在人际关系中取得一定的权势，个体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确保在社会中有更多的话语权。避免直接冲突。书中强调避免直接的冲突，尤其是在弱势的情况下。在面对争端时，倡导采取一些巧妙的手段，避免直接的冲突，以免陷入被动局面。正确看待人性。厚黑学中认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关键。理解人性的弱点和动机，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际关系中的主动权。需要注意的是，厚黑学中的人际关系处理观点较为特立独行，
不一定符合普世道德观念。读者在阅读时应持谨慎的态度，理性思考其中的观点，并在实际生活中根据具体情境和个人价值观进行选择。在厚黑学中，社会权谋是指在社会中运用一些策略和手段，以获取更多的权利和资源，从而实现个体的利益。以下是对厚黑学中社会权谋的详细描述。谋略与策略。社会权谋强调个体需要具备一定的谋略和策略，善于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行事，这包括善于预测社会动向，制定长远计划，以及灵活运用各种手段。权谋的目的。社会权谋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权利，从而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竞争力。这可能包括在组织中的晋升，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扩大等方面。利用人际关系。社会权谋强调善于利用人际关系，建立和维护与有权势者的联系，通过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良好关系，个体更容易获得资源和支持。把握信息优势。社会中信息的把握往往是权谋的一个重要方面。了解行业动态、市场趋势等信息，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制定战略，获得先机。灵活运用规则。社会权谋并非鼓励违法乱纪，而是强调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灵活运用各种规则和制度，以谋取个体的最大利益。对手的削弱。书中提到，在社会权谋中，对手的削弱是一种常见的手段，这可能包括通过竞争、排挤等方式削弱对手的竞争力，从而确保自己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保持冷静。社会权谋要求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冷静、理智，不被情绪左右，善于分析形势和对手，有利于更好地制定行动计划。需要强调的是，厚黑学中对社会权谋的描述并非普世的道德准则，读者在阅读时应保持审慎和批判性思维，理性对待其中的观点。社会权谋的运用可能因文化、价值观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在厚黑学中，心理战术指的是在人际关系和社交场合中，善于运用心理学原理和策略，以达到个体的利益目的。以下是对厚黑学中心理战术的详细描述。洞察他人心理。心理战术的核心在于深刻地了解他人的心理，通过观察言行、表情、动作等，个体可以推断出他人的真实感受、动机和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掌握主动权。操控情绪。书中提到，善于操控他人的情绪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战术。通过言辞、态度和行为，个体可以引导他人的情绪，使其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制造危机感。心理战术中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是制造危机感，通过夸大问题或渲染某种情境的紧急性，个体可以促使他人更容易接受和支持自己的提案或计划。施加压力。心理战术中，对他人施加一定的压力是常见的手段，这可能包括通过言语、行为或其他方式，使对方感到紧迫或不得不屈从于个体的意愿。善用赞扬和批评。心理学中提到，赞扬和批评都是强大的激励因素。在心理战术中，个体可能会灵活运用赞扬来激励和吸引他人，或者使用批评来施加压力和控制他人。利用他人弱点。洞悉他人的弱点是心理战术的一部分。通过了解他人的恐惧、焦虑或欲望，
个体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行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制造不确定性。在心理战术中，制造一些不确定性和疑虑可以使他人更容易被操纵。通过模糊信息、故意保持沉默等方式，个体可以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掌握更多主动权。需要注意的是，厚黑学中心理战术的描述并非普遍受到认同的道德准则。读者在阅读时应保持批判性思维，理性对待其中的观点。运用心理战术需要谨慎，过度使用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在厚黑学中，自我保护与自立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和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和策略。以下是对厚黑学中自我保护与自立的详细描述。利己主义的基调。厚黑学中强调了一种明确的利己主义基调，即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首先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并不是鼓励无视他人，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强调自我保护和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回避风险。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回避潜在的风险和危险。个体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避免陷入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困境，如避免与潜在竞争对手直接对抗。适应环境。自我保护需要个体善于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这可能包括灵活变通、迅速调整策略，以确保在不同情境下都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强化自我形象。自我保护也涉及强化个体的自我形象，使他人对自己有一个正面的印象。通过在社会中建立良好的声望和形象，个体更容易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合作。择优选择。自我保护要求个体在选择伙伴、合作对象等方面进行择优，通过选择与自己利益相符合的合作伙伴，个体可以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厚黑学中认为，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个体不应该轻易做出过多的牺牲。过度的奉献可能导致个体失去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因此需要谨慎考虑何时何地进行牺牲。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自立的核心是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可能包括在交易、谈判等过程中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权益，以确保自己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和生存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厚黑学中对自我保护与自立的描述强调的是一种强烈的个体主义和自立观念，这与一些道德和伦理观点可能存在分歧。读者在理解和接受这些观点时，应谨慎思考，理性对待其中的建议。